今天我要带你们到什么地方来探险呢？我必须说，今天这个地方呢，其实算是一个老宅。那这个老宅它有发生过一些事情，最后导致它荒废在这个地方，人去楼空，甚至说真的，我现在也不是那么的好进来。我要进来的时候，我真的是还要砍树啊，还要怎么样，我才勉强才有办法进来。那这个地方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为什么会吸引我要过来呢？那最主要是因为，我从我朋友那边听过来说，早期不知道在台湾很早很早之前吧，70年代，还是60年代，这里曾经发生过一起惨案，导致家里很多人都不幸丧生了。然后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之后，这个地方就荒废在这里了。好，那你想要知道更多吗？那就废话不多说，赶快带你们进来一探究竟吧 ！Let's go！ 这里就是我今天带你们来的一个老宅哈。对，然后你看，这里真的很难进来呀。其实我还蛮喜欢拍这种老宅的，我必须说啦。对啊，然后我必须说，它前面是进不来的，所以说我只能从侧面。那其实你这样看哦，它房子规模是真的很大哦，但很可惜的就是这里有一些地方都已经坍塌了哈，对啊，然后，哎呦，哇塞，等一下，有钉子，我踩到钉子了，然后。好闷，好臭。这里以前应该是厕所吧？其实你看它天花板啊，它这个都还有做一些轻钢架、轻隔间呢。其实早期应该是还不错，而且还有装这种分离式的冷气。对啊，调一下手电筒。而且我觉得我今天的那个镜头是不是有一点高啊？等一下，对啊，好像有点高哎。然后呢，其实我说真的，我真的好喜欢拍老宅，为什么？因为很有历史感啊。但说真的。老宅有时候啊，东西剩下多少还真的不敢保证。我们先来看K2 吧。最近怎么都是4颗啊？不知道。老宅的缺点就是有一些久没有维护的话就是会像这个样子，你看全都坍塌了。然后呢，以前那个门，你看那个门啊，很有那个 feel 啊。对啊，虽然有做补强，可是好像都没有用了，坍塌了。这里呢，哇塞，连电表都拆了。给大家打亮点给大家看一下。你看红外线热显像仪怎么回事？他刚刚自己停止录影了。对啊，我没有去碰到他。你听到等等那声音，就是红外线热显像仪它自己停掉了。对啊，然后这都是不知道一些农药。OK， 那边还有隔间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沙发，我觉得它里面有些东西有可能都丢到这边来了。对啊，红外线热显像仪我会比较注意，是因为它那个时间很大，所以我大概看那时间我就知道我大概录了多久这样子。有时候少掉它的话，我就会比较难判断。都坍塌了。
这间也是然后最后旁边那间好像还淹水。等一下，哇，这里面好大，但我要先架器材。好，到这边看看。对啊，这手电筒很好是很好哦，对，但就那个设定。然后呢，我跟大家讲哦，有时候你们假如想要买这个手电筒，跟我一样的手电筒哦，我下面都会有放那个虾皮的链接，那你们去买的话，多少也可以帮到我啦，假如有需要的话啦，对啊，哦，这是厕所耶，浴缸都装满了雨水，然后这功能是罗导跟我说的，就是说我用的一些东西觉得不错的话，可以 po 上网，然后让观众购买的话，我加减可以赚一些佣金呐，不多，6%而已。这门都关不起来了，合适连这种老宅要换个合适，其实还蛮棒的。小小的房间，衣橱里面还有放什么东西吗？看样子好像都空了。对啊，再看一下 K2。5颗，3颗，5颗，4颗啦，讲错了。等一下，什么东西粘到我的裤子，好痛！OK， 这还蛮大间的。What the hell? OK。我自己敲到吗？是我自己敲到的吗？不可能哦。然后这里是主堂，有没有人？其实不用那个了，我就在旁边而已。都封起来了，但都被破坏了。这里看得出来有放神桌的痕迹哦。对啊。好，那至于这个地方有着什么样的传说跟故事呢？接下来我就来告诉大家了。好，那至于这个地方又有着什么样的传闻跟故事呢？我必须说，这个地方那时候提到，不知道70年代还是60年代，有一家在这个地方住着，但发生了一件惨案。为什么会发生这件惨案呢？其实据说这个地方早期就是住着一家人。那当然，听说这个男的因为很爱喝酒，然后呢迷恋风月场所的一个女性然后终于跟这女性结婚了。听说这个原本这一家的长辈是很反对他们的儿子跟这个风月场所的女孩结婚，但挡不住这个风月场所的女性的一个魅力，所以最后结婚了。好，那结婚了之后，其实我必须说，你们看到这家其实很大，对不对？很大，也算是在当地也算是一个望族。但这个女的挥霍无度，也不顾家，又爱赌，又爱打麻将，又爱跳舞等等之类的，什么事都不想做。好，那这个老公呢，就为了他的老婆，所以他做了很多事情，希望把他老婆给哄好。但人的欲望永远填不满，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就是风月场所女孩子嘛，就他的妻子结婚了之后，还给他的就是有听，不知道是听谁在说啦，说好像还不错啊，那个这个好像以前就是什么投资险啊、投资理财险啊，然后他就帮他的那个丈夫甚至他的小孩都保了这些保险。
然后呢，他的妻子保了这个险之后，虽然呢后面好像听说拿到一些每个月就还本，因为好像10年就可以拿回来了嘛。可是他觉得不满足，为什么？因为他的胃口越来越大。好，他就一直花钱，甚至最夸张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屋子，他的屋主这个男的，他的父母亲就是祖父祖母，然后年事已高，身体一直在生病，然后也很不好，甚至这个妻子还把这个钱拿去赌，不让他的祖父祖母去看医生。然后呢，最后他的那个父母亲也就是因为年事已高过世了嘛，过世了之后拿到保险金，然后呢，他这个妻子看到哇，保险金可以拿这么多的时候，他说哇，他就因为眼睛就真的很大，想说可以拿那么多钱，然后这些钱也没有想说要去照顾他的儿子啊，或者是他的小孩啊，然后还是在那边挥霍无度过大小姐日子，然后这个男的就真的也不知道怎么办啊，然后都已经结婚这么久，小孩也生了，离婚吗？怎么样？他也拿不定主意。好，那最后这个最惨的状况发生了。因为他的妻子在外面赌钱也输了很多，然后又到处去欠钱啊、借钱啊，然后根本还不了，连老本都花光了之后，他把歪脑筋动到他的那个丈夫跟他小孩身上，因为他们保险嘛。假如他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是不是他还可以拿到很多的保险金？那这样就可以还清他的债务了，对不对？好，那他就开始就做了这件事情，然后不知道是怎么样，就是好像有点下毒了，然后在饭里面下毒，然后慢慢的她的丈夫的身体越来越不好，然后最后就走了，拿到丈夫的保险金之后，哇，好开心啊！然后接下来他还觉得不够，连他小孩他都想要毒死，你知道吗？那当然，小孩到后面听说是因为你有可能年轻吧，所以说那个身体就比较没有像那个年纪已经大的那个样子，最后救回来。然后最后经过化验说，哎，你怎么会吃到这些东西？然后就查到他老婆身上，就他妻子身上，然后最后才坦诚犯行。好，那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这家基本上都已经走完了嘛，对不对？好，那发生了这些事情，那当地有些人从外面经过的时候，往里面一看，哎，等一下。他好像还看到这一间屋子的屋主还在这个地方徘徊出没，这样子，然后就大家也不敢去跟他打招呼，因为当地村民都知道这里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嘛。然后原本住在附近的他附近还有一个住户，最后搬走了。为什么？他说，当地村民说，因为他们在那个地方住的时候。晚上发生这件事情之后，他们晚上睡觉常常会听到有男生在里面哭啊，在里面叹气啊，等等之类的，让他们真的相当的害怕，因为离得很近，所以他们选择想算了，反正他儿子都已经在城市，他们就搬到城市去，这个样子。好，那今天我就来这个地方，我想用器材来问问看，这个男的到底会不会后悔他做的这些事情，然后看看会碰到什么事情吧。好，那就废话不多说，接下来把三下景看完，顺便用器材再来做一些简单的问与答吧。好，介绍完这边的那个故事跟传闻哈。天哪！我现在防蚊液啊什么的，长袖外套啊都做得很好，不然我真的很怕被咬啊。这里还有空间，哇，好大啊！为什么门板放到上面去啊？OK， 床板扶到我家来，才进运来。只要这些村民，而且，他们家以前有住多少人啊？这个也太大了吧！但地震什么的，等一下，后面这边还有空间呢。这个是用铁皮架起来的，好像是房间呢。这边过不去。又是一间厨房。这个门真的好有 feel 哦！
好脏啊！厕所，哎，天啊，这蜘蛛网，这可以通到后面去哎。天啊，这房子也太大了吧！而且这边的 feel 感觉都不一样，这就是我刚刚看过来的地方嘛。哇，这边好凉哦，都垃圾了。那到这边哈，我必须很遗憾跟我们的非会员说，你们今天能看的地方就差不多到这里为止了哈。接下来受会员才能收看的部分哦。虽然现在涨价了啦，但75块1个月应该也还好啦。对啊，就请大家多多支持。对，好，想看更多吗？这个月还有一集日本，那接下来全部都是泰国了。对啊，赶快加入会员哈。好，那先跟非会员朋友们说声拜拜。我差点讲这一句，差点忘记讲这一句。咿呀嚓嚓。